有新消息指出，越南正打算为其渔船加装重火力装备，以求在未来和中国渔船以及执法船相遇的时候能占得优势。一起来具体了解。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最近，针对中国渔船在南海的正常捕捞和执法船正常的巡逻行动，越南方面动起了自己的小心思。根据外媒的报道，越南开始制造新型并具有一定战斗能力的武装渔船，渔船上装备了大口径重机枪等攻击力极强的致命性武器。这一点在目前的南海域内国家是非常罕见的，哪怕是中国的海上民兵渔船也不会配备重型武器。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越南等国对于中国南海岛礁的非法占领和与中国矛盾的加深，越南为了保持对自己侵占岛礁现状的维持，不仅在海军建设方面加大力度，同时对于其海上民兵力量也是加强人员规模和舰船装备，以满足其在对抗南海、对抗中国船只的需要。越南在海上做小动作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根据国内媒体发布的消息，中国渔民曾经多次反映，在南海海域竟公然遭到外国渔船的抢劫。这些所谓的外国渔船上的人员均说的是越南语，同时还具有武器，一般配备手枪、突击步枪等轻武器。有消息指出，装备这些制式武器的越南人很可能是越南当局的海上民兵。此举可谓是严重侵犯了中国的海洋权益和我国的公民安全。如果未来他们装备手持重武器，开上了有装甲防护能力的武装渔船，对于我渔民的威胁则更甚。需要注意的是，越南现在正在大批量建造这些渔船，妄图挤压我南海渔民的生存空间。根据越南媒体披露的照片和报道，我们可以知道，越南计划打算为其海上民兵装备超过100艘经过改装的武装渔船，从2020年年初开始建造，截止现在已经有14个中型的武装渔船完成建造。从技术细节来看，这些钢制的武装渔船实际上就是不装备火炮的炮舰或是军用巡逻艇的弱化版本。越南武装渔船的排水量在400多吨左右，逼近了小型军用巡逻舰的标准吨位，具有不错的适航性。这说明这种型号的渔船适合一定范围内的巡逻监视任务。武器方面则是越武装渔船的重头戏，装备了水炮和重型机枪。越南方面挑选武器可谓是煞费苦心，在武装渔船上装备的机枪不是常见的 7.62 毫米苏制轻机枪，而是 12.7 毫米的德士卡和 14.5 毫米的 KPV 高射重机枪。这种武器对于我方的海警船和执法船具有不小的威胁，尤其是 14.5 毫米机枪，其发射的大口径穿甲弹可以在1000米的距离上击穿20毫米厚的装甲钢，在500米内可击穿30毫米厚的装甲。我方的渔船和通常执法舰显然对此是无法有效防御的。由此可见，越南建造这些武装渔船，其主要目的还是要和中国的一些非军用船只展开对抗，并且要取得对中国非军用船只的绝对优势。但要虎妞来说，越南此举纯粹是在玩火，并且还有些玩过了头。等到将来，如果越南武装渔船对我国的渔船的捕鱼打捞和执法船的执法行动造成严重威胁的话，很大可能导致南海局势恶化。但是如果越南认为凭借几十艘乃至上百艘的武装渔船就能够对中国形成不对称优势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中国的海警力量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尤其是最近海军大批量退役的056护卫舰加入海警，使得海警的实力大幅度增长。如果遇到越南武装渔船阻拦或者侵犯中国海洋权益的时候，便可以出动056对其进行震慑。056虽然是轻型护卫舰，但是对付越南的破烂武装渔船可谓是砍瓜切菜般毫无悬念。056装备一门76毫米速射炮和侧舷的2门30毫米遥控自动炮，其中最具威慑能力的还是76毫米的速射炮。这种火炮的射速为1分钟120发，平均1秒2发。如果越南武装渔船胆敢使用武力，那么056在1分钟内便可将120发76毫米高爆弹糊到越南武装渔船脸上。面对上百发高爆弹，越南武装渔船将没有任何的防御能力，会被056轻松送入海底喂鱼。当然，考虑到056可能在一些突发情况下不能及时赶来，那么装备小型地空导弹的无人机届时就能够派上用场。
如果越方敢做出非分之举，那么就用从天而降的导弹将其精准击沉。不得不说，现在的越南民兵驾驶的武装渔船逐渐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隐患。虽然对我们没有致命威胁，但是在未来可能会挑起摩擦或者冲突，我们对此确实需要保持警惕。